你有没有遇到过刚注册的 Gmail 没几天就要求验证，甚至提示账号被停用？今天这支视频，我将结合谷歌的官方政策和我自己的实测经验，手把手教你 Gmail 的注册方法以及养号策略，让你的新号从一开始就稳定可持续。为保证专业性，我查阅了谷歌帮助中心和政策条款，并做了多轮用力复盘。视频里出现的每条建议都能在官方文档里找到依据。如果你想系统理解 Gmail 的风控原理，知道哪些行为更容易被判定异常，我会在会员视频里做完整的合规演示，顺带展示我自研的 Gmailbot 注册机，帮助您批量合规的申请 Gmail 账号。免责声明：我分享的只是 Gmail 注册和养号的技术实现方式，任何使用该方案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与本频道和本人无关。Money Hom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赚项目和网赚项目相关技术。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帮我点一个赞。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就请关注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第一部分，常见封号限制类型。我们先讲账号被停用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您的账户存在一些违规的内容，比如说你发送了一些违规的一些 YouTube 的视频等等，或者是你的邮箱乱发邮件，或者是因为您频繁的在不同的地区登录，存在了一些异常活动，而这些行为都将造成你的账号可能会被停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异常登录拦截和可疑登录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您的账户在短时间内，比如说是1个小时以内，它跨时区或者是在新的设备上不停的去登录，或者是频繁的失败的尝试，不停的去登录你的账号。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出现异常登录拦截或者可疑登录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可疑应用被拦截。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第三方应用的授权存在风险，或者是第三方应用在请求谷歌用户隐私数据的时候存在权限过度的问题。第四种情况，邮箱发送达到上限，临时冻结邮箱。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新号短时间内发送了大量的邮件，同时呢，这些邮件的内容都是模板式的内容。上述这4种情况是主要可能被封号或者限号的原因。如果你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请大家认真观看我第2部分有关 Gmail 注册方法的讲解。第2部分 Gmail 注册的方法，根据谷歌的官方政策条款，结合我自己的注册经验，不同国家注册 Gmail 的流程和风控标准都是不同的，但是针对网络环境的标准基本是相同的。在注册 Gmail 的时候，请务必记住我的建议，请将你的网络环境、注册信息以及你在注册过程中的操作都模拟得像一个真实的人。这句话很重要，请务必记在脑子里。具体来说，注册 Gmail 要把握好如下3点。1、稳定的网络。这里面讲的稳定的网络，是你不管是使用了代理或者是你自己的真实 IP， 你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并且能够访问到谷歌的首页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不论它是住宅 IP 还是机房 IP 都可以，只需要它在注册过程当中不要切换 IP 地址即可。具体的 IP 检测方式，我会在我的实操部分进行讲解。2、真实的信息。很多小伙伴在注册 Gmail 的时候，通常都喜欢将姓和名都写成 AAA、BBB， 这种信息在谷歌后台来看，就不是一个长期可使用的一个账号。3、真实的注册操作。大家在注册 Gmail 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在操作鼠标和输入信息的时候不宜过快。这里强调的是，你要像一个真实的人一样的去操作即可。下面我将一步一步的通过我的实操给大家演示如何注册 Gmail 邮箱。在注册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我的网络环境。那我先刷新一下。2 hours later。好，这个页面已经加载完毕了，也检测完毕了。当前我的网络环境是100%，这是使用的 whoer.net 这个网站来检测的。那这个网站相比较它检测的颗粒度是比较小的。我们再用第2个网站是 whoer.com， 我们也同样刷新一下。好，这个页面也加载完毕了，大家看一看它的颗粒度就会
细很多。比如说，它会针对于我的这个 IP 的类型，我当前的 IP 的类型是一个商用化的，而不是住宅的，还有一些是机房的 hosting 的，都不太一样。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我的欺诈分数基本上是在10分以下，比较低。那我扣分的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往下滚一滚。扣分的主要有2条，第一条是时区的问题，第二条是我没有打开这个 Do Not Track， 就是不需要跟踪。这里重点讲一讲我的时区的设置。当前我们使用的都是北京时间的时区，那事实上新加坡的时区跟我们北京的时区是一样的，从时间上以格林威治时间来看的话是一样的，只是时区的名称不一样。那Whoer.com 它相对来说检测的颗粒度就会比较细，所以他认为我的时区和我代理 IP 的时区的名称不一样，所以他判定我的时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什么叫做稳定的网络？稳定的网络是在于从你注册到你首次登录，以及你在真正把这个号养出来。我们讲正常的一个号养出来需要30天，那你这30天以内，你的 IP 始终是在一个时区，并且是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区，这是最好的。如果你能做到你的 IP 不改变的情况下，那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关于动态代理或者是代理的设置的问题，我这里也拿我现有的 Proxy 302来作为一个例子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通常购买的代理，当你登录进来以后，你如果是按流量来扣费的这种形式呢，你一定会遇到说，首先是按照协议，基本上我们建议呢大家都选择 SOC 15的，因为这种协议传输量和它的稳定性都会比较高。第二个来说的话，我们在地区上面，通常你购买的动态代理或者代理一定会让你去指定国家或者州或者城市。我这里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精确到城市。这里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如果你在 A 城市跳到 B 城市，如果说是在分钟级别的或者小时级别的话，在谷歌看来一定会被认为是你采用了某一个代理，一定是一个异常行为。我们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如果说当地的运营商并不是那么的完善的话，大部分地区在不是那么发达的 IT 的这些地区里面，在一个城市里面去跳转 IP 是合规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购买你的动态代理或者是静态代理的时候，你选择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时候，一定要精确到城市。另外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千万不要去用机场来做注册和养号，原因在于说，我们知道一个机场它通常会有很多个节点，并且它的节点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英国、香港、美国等等。当某一个节点不行的时候，当它随机去选择另外一个可联通的节点的时候，很有可能不在一个地区，不在一个城市，此时你又登录了你的 Gmail 账号，这个就很容易造成你的登录行为异常。这里大家切记，不可用机场的代理来做我们 Gmail 的养号工作。接下来我们开始注册 Gmail 账号，我们点击 Sign， 然后我们点击 Create Account， 选择 For My Personal Use， 这个地方选择和输入你的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就姓和名的时候，千万务必不要去选择或者填入 AAABBB 或者 XXYYY 这种，在谷歌的风控里面来看的话，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那大家尽可能去用一些正常的一些英文名字，比如我们就随便写 Tim， 然后我们写 Clinton， 然后我们点击 Next。然后生日和性别这个地方，大家也一定要按照正常来写，你不可能说一个70岁的人来注册，或者一个5、6岁的一个小朋友来注册。建议大家都是在18岁以上，或者是50岁以下这样的一个年纪来做这个注册。我们随便选，然后这里选择。然后我们选择2001吧，20多岁，24岁应该很正常。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 male， 因为你刚才的名字叫做 Tim， 所以你这个名字更多是男性在用，选择男性，然后点击 Next，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自定义，或者是按照这个他推荐的这个名称来，我们随便选一个吧，或者你自己选，或者你自己在这里自定义你自己的邮箱都可以。我的通常来说的话，就是我会加上今天的日期，我们随便加一个啊，888。然后我们设置一下我们的密码，我们再点击 Next。好，这个时候如果你当前的网络环境就是不是那么的干净，在它当天的这个风控体系里面，那熟悉我的观众里面都知道，我的网络环境一直是比较干净的，只是因为最近谷歌的这个风控体系它也在收紧，也越来越严格。那刚好今天我的也需要去用手机来验证，那这个地方我们即便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联通或者是移动的手机，也可以收得到它的验证码。这个地方大家记住，它只是验证你是否是机器人，而不是说要绑定你的这个手机作为你将来手机的认证。这个待会儿我在后面的实操当中会给大家介绍。那我们来选择一个解码平台来做一次解码，因为这个解码只是来验证你是不是机器人。2 hours later. 好，码已经到了，我们将码输入进来。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填写自己已经有的邮箱作为本次新的 Gmail 的这个恢复邮箱，我们就不写了。大家在注册的时候，为了保证自己安全是可以写的，我们忽略掉。然后我们再点击下一步 Next， 然后我们再点击同意这一份隐私协议。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账号只能说是我们注册好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安全性和其他的保护做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点击这9个点，谷歌 Apps， 然后我们点击 Account。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点击这个 Security， 然后我们需要将2步验证打开。这里的2步验证，我们点击 Turn on 2步验证，然后我们将刚才的这个电话号码贴进来，然后点击 Next， 再点击 Save。这个时候代表的是我们已经把2步验证已经打开了。如果大家担心未来可能需要这个手机来做验证，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再点击一次，然后将这个电话号码删除掉。我们删除这个号码，但事实上我们的2步验证已经打开了。我们看一下，我们还要做一步，去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份验证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做，点击 Set Up。在这个二维码当中，我们如果你有这个谷歌的身份验证器的 APP， 你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好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我们官网上面的这个身份验证器来做验证。我们点击 Cannot Scan It， 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串这样的身份验证器的这串码，这串 key， 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官网。
然后我们选择 RFA 验证码生成工具，将我们刚才拷贝过来的这一串字符串贴进来，然后我们点击生成验证码。这个时候生成的验证码是有时间的，我们把这串码拷贝，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页面的 Next， 输入这个验证码。好，这个时候就代表以后大家可以用身份验证器来做我们的2步验证了。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时候，刚才的警告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代表说我们已经做好了这样的第一道防护。第二道防护是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可能需要用 Outlook， 或者是说用到其他的新兰等第三方Gmail的这个登录，所以我们需要去打开第三方的这个密码，然后我们输入 app password， 这个不好找，所以大家最好把这个名称记住 app passwords， 然后点击回车。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设置我们的 Outlook 登录我们的 Gmail 的一个密码。那我们这里可以输入一个应用的名称，比如说我们通过 Outlook 来登录。好，这个时候就已经创建了一个16位的这样的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直接在Outlook 里面直接使用这个密码，大家记得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好，至此我们就把整个的邮箱注册已经全部做好了。我们分别有2道这个找回自己邮箱的方法，第一个是用我们的恢复邮箱，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身份验证器。那我们现在开始退出，然后重新演示一次登录。我们退出以后，然后我们登录一下，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输入2步验证的这个6位密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是我们刚才的这个6位验证密码的这个。我们现在生成的是076706，我们输入进去，然后点击下一步，然后我们点击 Not Now， 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刚才只是做演示，这个时候你可以写自己的恢复邮箱，我这里只是没写而已，然后我们点击 Skip。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成功登录到了我们的这个 Gmail 的邮箱和账户里面。这个就整个完成了我们如何去登录和增加我们2道防护，以提高我们的邮箱的这个安全等级。第4部分 Gmail 30天养号策略，我这里给大家一个表格，是我通常养号的一个主要策略。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那在注册好新号以后，你的前面7天，我们需要每一天有一个10到20分钟的一个自然使用。这里的主要使用的呢，都应该是谷歌系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YouTube、News 或者是 Gmail。然后8到14天以后，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新注册的 Gmail 去登录或者注册第三方平台，类似于说 GitHub、Facebook。或者 Instagram 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每一天发3到5封邮件来保证我们的账号的活跃度。最后半个月，第15天到30天，我们可以使用一下谷歌的云盘，添加一些照片。这个时候每一天可以发10到20封邮件。当过了30天以后，我们的 Gmail 账号就算养成功了。这个时候你的整个 Gmail 的一个评分应该也是最高的。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系统理解 Gmail 的风控原理，知道哪些行为更容易被判定异常，我会在会员视频做完整的合规演示，顺带展示我自研的 Gmail Boot 注册机，帮助你批量合规的申请 Gmail 账号。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就请你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这样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Gmail 注册与养号的正确做法。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正在为 Gmail 注册养号烦恼，那就请你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他。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任何建议，也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我们下期见，拜拜。